好，看一下这边是到松山机场的这个捷运站啊。那我觉得这个告示牌安排的还蛮合理的。如果是1号呢，就是第1航线，那2号就是第2航线，这个数字啊配合的刚刚好。好，那么这边就到了第2航厦，是国内线的部分。那距离登机现在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啊。可以发现这边的空间啊，虽然也是有人潮，但是啊，就是非常的安静，可能不像去国际线吧，可能不是像那些出国旅游的那么的兴奋。现在地上看到的这个包包呢，就是我这一次全部的行李啦。那最近都会想试试看，就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啊，把重量尽量的减轻，让自己的负担比较小一点。那登机前呢，大概还有20几分钟。我就先在这边坐着休息一下，看一下窗外的景色啊。这边是我的位置，前面应该是空服员坐的地方吧。然后还有一个逃生出口。这边逃生门的部分有一个 cabin pressure， 在 KKday 上面订了这个机车的租车。正好地点呢就在这个机场附近，而且啊在 KKday 上面订也比较优惠。金门的地图啊，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观光景点。这个金门航空站啊，我觉得整体规划的还不错哎，吃的啊用的啊一应俱全，而且也还蛮整齐的，也还蛮干净的。那么这一台是刚刚从冠城机车行领出来的这个机车，是125cc 的。虽然它不是新款的这个机车啊，但是看起来状态也是非常的好。这边就来到了吃东西的商场，这边就建了一家叫做出野面厂的拉面店。这边看到的是东洲风狮爷，看到的是第4代了。那有第1代、第2代跟第3代。这个第4代呢是2015年的回归金门的一般传统的石材造，沿用了之前眼睛大大的、十分卡哇伊的雄性风狮爷。胸前啊挂古铜钱，招财招桃花，而且能协寻失物。这边骑车经过台湾电力公司金门区的营业处。这4周啊都是浓密的树荫啊，骑过来感觉特别的爽。这边是慢时光的门口，算是比较现代化的，跟许多人啊想来金门住那种古风的这个三合院的那种建筑不太一样。看一下，这个是他们1楼大厅的空间，算是接待的地方吧。窗明几净的，而且有很多窗户的阳光射进来。感觉非常的明亮啊。那这边的吃东西也是免费的，如果它冰箱里面有提供呢，你就可以自己拿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我这几天要下它的青年旅馆，而且呢，我特别要求住宿方帮我安排一个有靠近窗边的一个位置，所以可以看到我左边有一个窗户。那这个住宿的地方前面啊，就是一个蔡氏家庙。是不是金门啊，都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建筑，古色古香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四下无人，附近啊只有一些蝉的叫声，跟零星的一些人们在做工的声音，特别的舒服啊！骑了8公里的机车，到了这个特约茶室展示馆，非常的明亮清爽。看来是有许多人悉心在这边整理打扫，好漂亮。它是在民国40年的时候，在金门朱子祠附近设立金门的第1座军中乐园，然后大概在民国47年到50年之间，把它改名为特约茶室。那当初要进到这个特约茶室消费啊，其实是有很多规定的。这边啊有一张告示牌写着侍应生在招募。有下面的这些资格，你必须要满18岁，没有残疾，然后没有性病等等等等。
这里的姐妹啊，她们既不是背两尾枪，也没有为谁而战，而是比较偏向无声无息的来去。她们是与大家同甘共苦、共生死的。不知道当年这边有没有冷气？感觉应该是没有吧。这个夏天特别的炎热哎。虽然这个房间啊看起来是颇为宽敞。会有一种回到30年前以前的那种乡村老家的那种氛围啊。这个惨叫声啊，也真是猖狂啊，放胆的叫。不知道这边的居民啊，早上在睡觉的时候，会不会被这些惨叫声给吵醒？现在啊，这边是通往铭传大学的路上。那要经过这一条路呢，我竟然在田边发现了许多牛啊！我好久没有亲眼看到牛了，上一次是在擎天岗吧。好，马山三角堡除了保留原有的军事碉堡的刚硬本体形态啊，堡顶呢也可以观赏关澳马山一带的海岸风光，也可以远眺厦门大灯、小灯等诸岛。堡顶这边啊贴着不少告示，讲解的呢都是一些军中的生活，还有一些基本训练。这边啊是马山，然后左边呢稍微远一点，这边是小灯。然后再往左边走，这一块，这个附近是大灯。其实我这么多年来啊，只要到这种海岸边看夕阳，我就会拿冲绳的残波甲来做一个对照，因为当年啊那个夕阳啊，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还是一直以那个当做一个标准。这边来到的是马山观测所。然后我往这个沙滩这边走啊，可能现在是已经傍晚了，要夜晚了，整个沙滩啊一个人都没有，甚至也没有人们踩过那个沙滩的痕迹啊，非常非常的悠闲，没有看到任何的人造的垃圾啊。要离开这片海滩前啊，我来近看一下这个浅滩上的浪，这是天然的白噪音啊。从这个观测所啊往海滩走，就是往刚刚看到那一片非常魔幻的这个沙滩跟海洋。那这个观测所啊，不是我们意义上的观测所，是那个观测所的观测所。层次很丰富啊。不愧是四川菜，有很多麻辣的味道在里面，但是又不会过度，让你觉得不舒服。这个芋头千层糕非常好吃，先给你们吃，我再吃，倍儿棒，赞。那这一家就是一个川菜馆，叫做金拌面。那么现在已经快9点了，回到了 hostel， 先休息一下。其实啊，我原定早上是要去大武山拍日出的，或者至少找个比较漂亮的地方走一走，看个太阳。结果都摸摸西摸摸，弄一弄呢，早上7点多才出门，太阳都已经升起来啦。没办法，只好附近找个老街来走一走。这个模范街啊，是1925年由金门商会会长傅习祺向侨界集资兴建
由40间的拱圈式洋楼殿屋组成，呈现了 T 字形的排列。而建筑立面呢，建有明显南洋殖民的建筑风格，并且呢，都设置了五角基尺寸的骑楼。那2003年呢3月31号公告为历史建筑。顺着刚刚的模范街啊往下走，现在呢，我人就在这个金城老街啦。我发现啊，金门真的是满地的风师爷啊，还有许多卖一条根的这个商家。整个老街里面呢、真的是处处历史啊，非常的古朴。也卖了很多水果，还有一些肉铺啊。我觉得它新旧整合的非常的好，没有说因为一些商业活动呢，就把一些旧的元素拿掉。这么大杯，这样子才10块钱而已啊！而且我喝起来呢，不会说浓郁到让你觉得有点卡喉咙，但是又非常的纯。难怪那个 Google 评论上啊，大家都是非常的推荐。它这个芝麻和上这个饼皮啊，吃起来卡吱卡吱的，就是一种刚刚好的口感。我在星巴克啦，那现在啊。实在是非常的特别，冷气呢坏掉了，制冰机呢也坏掉了，我还没有遇过这种状况。但是啊，它室内还是有一定凉爽的感觉，所以我还是先进来坐一下，然后处理一下我的影片啊跟照片。乡亲姐妹啊，现在呢我因为距离稍微短一点，我就索性到了这个珠山部落啊来走一走。我看图片上有非常多具有古风的这个建筑啊，这是薛氏先祖于元至正5年的时候定居在这里，是1345年的时候，是座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聚落。这个建物的布局呢，是共同朝向中心的大潭，誉为泗水归塘穴，有聚水生财的意思。这里也非常多民宿啊，想要体验这种老建筑风情的，可以来试试看。偶尔在一些装饰上啊，会看到一些比较鲜艳的色彩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搭配起来却不觉得突兀。这也是一栋民宿，上面写着“嘉冠进路”。上面的2尊门神啊，真的是栩栩如生，又鲜艳又好看。这是薛氏家庙，是一个历史建筑啊，建于清乾隆33年。从刚的家庙走上来，这边有一个叫山仔兜的部分，这边再从刚的大石头再往上走，应该会有更好的 view 可以看。好，那么这边就有一个平台。上面也有遮阴啊，风其实也不小，可以稍微凉快一下下。收拾年光归锦里，放回春色满乾坤。光这个通道下来啊，就看到了4、5家的民宿，别具风格啊。穿梭在这样子的富有历史的这些巷子里面啊，让我想到当年去中国旅游的时候，有一些古镇、古村啊，他们形态上也是非常的相似。稍微的坐在人家房子后面里面的长凳上休息，吹一点风啊。像这样比较有危险性、比较老旧的、比较危险的。他们这边都会贴一些传统聚落颓梧杂木清理的告示在上面。
这边有一个清金门镇总兵署的介绍，前面是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介绍起。到了现存的总兵署呢，前面有广阔的广场，民间呢把它叫做衙门口。院内啊，榕树遮蔽，庭院深邃。虽然啊已经不是衙门了，却有昔日衙署那种凛然的肃气。大堂就是主持审判情境的展示呢，是处理政务的主要场所。有看到吗？里面那个4个大字，即便是在室内这么昏暗的状况之下，4个字呢还是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耀眼。哇，这里摆放一些吓人的兵器啊！我们普通从电视上看都觉得还好，现场看到啊，真的是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。刚刚呢，在这一家5两吃完了这个牛肉面，然后也喝了一杯黑咖啡，用了好一段时间的电脑，消磨了好一段时间啊。下起雨来啦！买了一包牛肉干，而且啊，原来牛肉干它是有分进口的来源啊。我们一般看到的，它有一些是从纽澳进来的。然后我刚买那包单价稍微高一点，它是本地的黄牛肉。好，那淋着雨呢，骑机车到了这个宅山坑道来啊，这边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因为游客突然变多了。这个是40公里的单管炮，我本来要爬上去啊，装腔作势的来一张，结果马上就看到了景物攀爬。这边是入口处的一些展示啊。这是机械登陆小艇，在823炮战中呢，担任战车运送以及各种机械车辆、物资等驳运的角色。训练军人的姿态，这边写着一些进入坑道的注意事项。这个紧邻海岸的小艇坑道啊，是在823炮战之后啊，因应两岸的军事紧张，在民国52年开挖，费了3年啊，主要是供登陆小艇泛水回转运补使用。然后呢，完成后由海军海滩总队小艇第2大队进驻。后来呢，因为泥沙淤积以及战备功能减退啊，于民国75年停止使用。民国98年开始啊，会邀请音乐家运用坑道的特色来展现音乐的流动。那每年的10月中旬呢，在这里均办理2天的坑道音乐节。哇，这个角度看过去非常的笔直啊，一眼就可以看到了尽头。而且这个水面啊，比我想象的宽大许多。这个音乐啊，在这个坑道里面这样飘扬着，非常的悠扬啊，特别的是有气氛。坑道呈现 A 字形，然后分成主水道跟支水道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主水道的部分，是在这里，然后交汇处，这摸起来是湿的，不断的有水在流啊。这边已经到底了，已经没有路了。然后看到这个对面这个洞窟里面啊，有些鸽子在动哎。这边也有很汹涌的海浪的声音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头了。这边比较明亮。旅途呢，终于还是来到了狼狈的时候啊！刚刚手机电量已经不太够了，所以呢，我要赶着导航回宿舍里充电。
结果啊，才骑到一半就下起了大雨。那视线已经不清楚了，然后手机又开始进入保护模式啊，我就淋得一身狼狈。我也很怕电脑被影响到，所以呢，旁边就找了一个公车亭，上方有遮蔽处的，就先下来用笔电帮手机充电。看要充到民国几年啊，充电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慢。